近日，美国纠集北约、欧盟、英国、澳洲、日本、新西兰和加拿大等一众盟友就网络安全问题抹黑中国。在周一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表示，一小部分国家代表不了国际社会，抹黑他人洗白不了自己。赵立坚还提到了美国中情局下属的一个名为 APTC-39网络攻击组织，这个组织可以说是地球上最邪恶的黑客组织，曾在长达11年的时间中对中国实施网络攻击。这个组织与美国政府之间存在哪些不为人知的联系？来看看报道。APT 是英文高级长期威胁的缩写。APT 技术综合运用全部可用的黑客手段，不仅限于网络攻击，还结合了线下间谍渗透行为，是公认危害性最大的黑客攻击行为。中国是 APT 攻击行为的主要受害国。APTC-39由网络安全公司奇虎360在2020年3月发布的一份报告首次编码命名，其中的 C 代表受攻击对象是中国，39意味着这一组织是该公司发现的第39个针对中国的 APT 黑客团体。报告指出，针对中国的 APT 攻击主要集中在北京、珠三角和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以针对中国航空航天科研领域的受害情况为例， APTC-39对相关核心机构的系统开发人员长期进行定向打击，例如以国际会议为掩护，向科研人员发送带有木马的邮件，或者赠送带有网络攻击武器的 U 盘。一段时间以后，科研人员周围的电子设备就形成一张黑客网络，常年不断窃取情报。分析显示 ，APTC-39发起攻击行为的技术特征具有高度规律性，这显示其背后有严密的组织背景，极有可能是国家级黑客组织作案。此外 ，APTC-39发起的攻击都以美国东部时间为基轴进行统筹，因此定位其主脑位于该时区。值得注意的是，中情局总部所在的弗吉尼亚州就使用美国东部时间。关联情报分析还得出结论，攻击所使用的网络武器与由维基解密公布的穹隆7相吻合。维基解密2017年公布了8176份拷贝自美国中情局网络情报中心的文件，其中包含有被中情局视为核心武器的穹隆7的资料。这些资料由时任美国中情局秘密行动处科技情报主管约书亚·亚当·舒尔特提供给维基解密网站，他直接参与研发了针对中国攻击的网络武器穹隆7。至此 ，APTC-39与美国中情局直接相关的证据链已经相当完整。此外，还有证据显示 ，APTC-39使用的某些攻击武器由美国国家安全局开发，显示其背后有更高层级的协调。穹隆7是中情局针对中国打造的黑客武器项目，包含多种间谍软件，被称为全球最大规模的网络间谍武器兵工厂。穹隆7可以将任何电子设备变成监听监视工具，包括电脑、智能手机、游戏机、路由器和智能电视，甚至还包括汽车、卡车和飞机。还有报道指出 ，APTC-39也被美国分享给北约盟友，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5月发布的中国网络安全态势综述报告显示，北约的3个成员国美国、荷兰和德国是控制中国电脑数量位列前3的国家。拜登政府执政以来，在对华政策上这种强硬的态度依然非常明显。那么此前在人权问题上介入中国新疆，包括最近在美台关系上做一些升温的动作，可以表明就是美国对华政策这一种高度施压的这个态势没有改变。那么应该说这种网络攻击是另外一个话题。那么盟国也是为了表明一个态度，表明一个站位，那么在这个议题上呢，也对这个美国的这个政策表示一定的这个附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北约这次也跟随美国政府炒作所谓中国黑客议题，但北约盟友也是美国网络窃密的重点对象，其中最大的受害方就是在美国眼中不怎么听话，经常强调欧洲战略自主的德国。德国图片报2013年报道，当时德国联邦情报局发现，美国对德国政要的全面监听已经长达数年。报道指出，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很担心盟友背叛自己，把原本用于监听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梯队项目对准盟友。当时默克尔矢口否认，对媒体表示自己没有被监听。但美国针对默克尔的监听没有因为默克尔的否认而中断。2016年，维基解密公布文件证实，默克尔确实位列美国的重点监听名单。今年5月30号，丹麦广播公司曝光丹麦
国防情报局的邓哈默行动报告。该报告证实，美国情报机构通过丹麦的通信电缆对法国、德国、瑞典和挪威等国政要实施长期监听，其中就包括默克尔。报道还指出了监听的途径：丹麦地处北欧的交通要道，多条通信光缆在此登陆，因此丹麦是欧洲的数据信息枢纽。上世纪，丹麦电网公司开展智慧电网建设，也邀请美国公司参与。美国的间谍设备通过丹麦电网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电缆通信机房中，而历史上，美国间谍也曾用特殊潜水器在海底光缆上安装信息拦截装置的方式窃取苏联情报。通过这些拦截装置，美国可以获取从电话、语音到网页浏览记录，以及金融、政府和军事数据。美国情报机构还直接控制欧洲的著名商业公司。去年2月，德国电视2台曝光的瑞士加密机事件，就披露了美国中情局从上世纪50年代布局收购瑞士的加密设备制造商克里普陀，并在这家著名企业的产品中植入中情局专用后门程序。中情局可以在任何时间解密这些国家的核心机密。德国电视2台认为，全球除了中国及苏联之外的几乎所有国家都使用了这家公司的产品，这也解释了上世纪的一些间谍血案，涉及伊朗、利比亚和埃及等国。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那么不仅是对敌人不放心，对自己的盟友也不放心。那美国对盟友的监听，应该说历史是非常悠久的，特别是像这个德国、法国这样的铁杆盟友的高级官员，甚至像默克尔也是在监听的范围以内。这实际上暴露了，就是说美国为了自己的霸权的这个利益呢，应该说是要把这种监控网络是遍布全球，而且是不区分对象的全面监听。毕竟美国在监听这个技术方面是非常的强大，而且美国的盟友在很多方面又很依赖于美国，所以这是一种很无奈。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美国拉帮结派指责中国实施网络攻击的时候，不断爆出美国及其盟友相互监控的丑闻，您对此如何看？主持人好，美国及其盟友相互进行秘密的网络监控，实际上呢也是一种网络攻击。通过监控获得商业机密和政治情报，当然呢是网络攻击了。斯诺登呢早就揭露了美国网络监控的广度和深度。阿桑奇透露，美国开发的网络武器超过2000多种。伊朗核设施遭遇美国网络攻击而停运呢，更是家喻户晓。最新的2个案例是美国与丹麦合作监听瑞典、挪威、法国及德国高层官员的电话对话及其短信内容。美国与以色列的情报网络呢合作，用飞马间谍软件对5万个利益相关方进行隐私侵犯、信件截获、欺诈性的进入、潜入计算机系统等等。监控对象呢包括政治人物、国家元首、企业总裁、活动人士、皇室成员以及媒体的记者。他们不仅呢监控盟友，比如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同时呢也监控本国的记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纽约时报和半岛电视台呢都被秘密的盯梢着。美国和欧洲的企业之间呢，军事机关之间也经常呢相互监控和攻击。那么波音和空客之间呢就存在商业机密监控和技术情报的对垒。所以说呢，美国呢才是全球最大的网络攻击源。但问题在于，你美国带头进行大规模的网络攻击和网络监控也就罢了，你却拉动盟友造谣生事，想把自己的邪恶呢甩锅给中国，那就太龌龊、太邪乎了。哎呀，这美国的盟友呢也是够软弱，自己被美国虐，还要呢跟着美国来攻击中国，这有点像那个扶不起的阿什么斗了，这呢是令人遗憾的。好的，谢谢陈先生以上的分析，请您保持在线，我们稍后还会继续连线您，谢谢。